家人们，最近韩国的荤菜整多了，也该上点素菜压压食儿了。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大上海的新晋榜一大哥思密达们，也就是韩国中产的大中华型。你没听错，韩国的中产阶级最近可是按耐不住自己想要旅游的心情，纷纷涌向了中国。那为啥这么多韩国人突然涌入上海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最近有个新闻热得发烫，韩国人扎堆来上海，不开玩笑，今年以来涌入中国旅游的韩国人已经突破了840万，啥概念？这可是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17%呢。这么多的韩国人来中国，那热闹程度真是堪比春运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大上海的新晋榜一大哥思密达们。也就是韩国中产的大中华型。你没有听错韩国的中产阶级最近可是按耐不住自己想要出行的心情，纷纷涌向了中国。那为啥那么多韩国人突然涌入上海呢？你看首先是方便。自从中国对韩国实行单方面的免签政策以后韩国人只要带上护照，把机票一买，直接飞到上海，15天以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根本不需要什么麻烦的签证，直接开溜。简直比开车直达还让人省心话说思密达们都住5星级酒店，去顶楼酒吧，一顿西餐加起来那钱包都得减肥了，购物更是豪到不行什么上海特产迪士尼伴手礼通通都不放过。这消费能力不得不说真是沪币的忠实粉丝直接把上海的经济带上了新的纪元。然后呢，实惠，这点肯定是让韩国朋友们拍手叫好。你想想，在韩国吃一碗面得50块， What? 吃个西瓜居然要100多块，你有病！打个车得70-80块，那就算月薪是2万人民币，那不够花呀，根本不够花。思密达们拿出算盘一算与其在家吃土，还不如打个飞机去上海，吃碗面20块。上好的麒麟瓜反季销售才20-30，妥妥的吃瓜自由一顿烧烤人均70-80，吃到撑。首尔飞上海的机票才700多，这差距有多大，大家心里应该清楚思密达们可不傻咱挣钱可不是为了过苦日子的，而是为了过好日子。这不刷着 TikTok 就看到版本答案，那就是中国大上海美食一条龙。随便点个餐就能吃到想哭的美味，内满足感、幸福感。再说了，说起大上海，那要啥有啥，从火锅店的西瓜，到上海什么姥姥红烧肉、麻婆豆腐，再到小杨生煎跟菜小龙，从成都老火锅到北京涮羊肉，从山西刀削面到广东粤菜，一个地儿吃遍全世界，那感觉就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嘛。怎么着都比在韩国每天3餐泡菜，偶尔吃个火锅更刺激。吃着吃着，是不是还感觉赚到就说最近上海的火锅店到了晚上10点以后，都能让韩国人把店里塞得满满登登，最多一晚上能接待100桌韩国食客，少说也得500-600人，是不是很惊讶？以前是烤肉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实际上他们就爱吃火锅，而且特别钟情西瓜跟哈密瓜。这各大火锅店听说以后立马备齐泡菜，然后把员工们也得培训几句韩语，只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些思密达们。大家想象一下在火锅店里，大家围着火锅涮着肉，还跟服务员用韩语聊着天，真是国际范儿拉满再说思密达们的历史情节也是个大原因很多思密达可能不知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最早是成立在上海的。所以去上海的韩国游客不仅是来吃美食、购物打卡，还是来寻根祭祖的，感受一下历史的回响。大韩民国的临时政府旧址，那妥妥的就是思密达们在上海的打卡圣地。一到周末的热闹程度堪比商场的双11这韩国欧巴们一到上海，立马变成锅盖头大军。什么是锅盖头就是那种人均一个中分锅盖头，配上那长款大衣，简直就像穿上了统一的制服。一走到那街上，谁是谁非一眼就能认出来，那辨识度简直比排队买奶茶还容易
甚至有人建议啊，这锅盖头直接升级吧，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有点走心？再来说说韩国的妹子们，这可真是动美人、楚楚动人的代表。大冬天穿着露脐装，把时尚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一股子韩风流派，那简直是行走的风景线，真可谓时尚界的一股清流啊！冰天雪地里穿着露脐装，妥妥的韩国女神们风度至上的范儿，让别人在冬天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夏天的即视感。不得不说，都是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可人啊！说到思密达们的打卡路线，那就像照着课本来的。你问他们去哪儿，那清一色都是浦东机场坐磁悬浮、外滩、豫园、南京路这3大经典必打卡，再来个新天地、武康路、田子坊这小资路线。哦，顺便还得去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来一发爱国打卡。这不，韩国游客的行程安排简直比旅行团还要精准，有计划又有梗，真是能在上海旅游指南上写上一笔。而且你知道吗？青岛也成了韩国人的新宠。不仅吃烤鱼、喝啤酒，还在城阳区与韩阿姨同框，早就成了韩国人的大本营。想象一下，街头随便走，公交车上一半都是韩国阿姨，公园里跳舞的广场舞 battle 更是常态，简直让人想给青岛加一个韩式旅游专线。再来聊聊重庆跟成都啊，泰国的中产阶级也悄悄掀起了川渝风，尤其是重庆的火锅跟轻轨。泰国人喜欢辣，那重庆的辣子鸡、麻辣烫简直就是他们的天堂。更有意思的是啊，重庆那神奇的轻轨川楼是他们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一走出轻轨站，立马被赛博朋克风的城市景观吸引，一边嗦着麻辣小面，一边站在轻轨楼道门口大喊一声“哇塞”，让你知道重庆是辣的值啊！然后别忘了咱的宇宙中心义乌啊。这个小地方怎么突然就成了世界的中心？那大爷大妈们的英语啊，溜得跟母语似的。什么地摊老板、擦鞋阿姨，那语言能力，那简直可以去做外交官了呀！义乌的商业氛围啊，让人觉得是在迪拜逛大卖场，而不是在逛地摊啊。那总的说来啊，从韩国到泰国，从上海到重庆，再到义乌，外国游客掀起了一股中国旅游热潮。咱们的大好河山那可真是魅力无限啊，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韩国的欧巴欧尼，泰国的小伙伴，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在这儿收获了满满的满足感。下次遇到外国友人，不妨跟他们聊一聊咱们中国行，说不定还能收获一段跨国友谊呢。咱们中国啊，现在就是这么有魔力，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